但是我发现最顶尖，但我还有一个最后的结论，我可以现在先讲一下，就是我觉得修行修到最高的程度的话，那个环境本身就是你创造的。你到最后的话，你是有创造宇宙的能力的。你到最后就是那个宇宙就是你创造的，这是到最后那个决定。我很喜欢佛家那个词儿，说修行到最后是什么？你是自在的，没有什么东西在限制你。说实话，你一天觉得这个把你框住了，那个把你框住了，然后你过2天你又一大劫，再过一段时间你又一小劫。包括道家，比如说经常描述的是什么啊？你要成为金仙，你要怎么办？你要先渡劫，你要这样那样。我告诉你，有劫数在你前面，说明你是不自在的，你还是受限于一个客观的一个体制在那儿，你还是受限。但是真正修行到顶端的，就是你是金字塔顶端的，对你来说，你的状态是一个清净自然，而且是一个自在的过程。就你不会天天在那操心，哎呀，我下面有个劫，我怎么过呀？我虽然我这个神通很大，我能预测到我自己的劫，但是我现在好操心啊！我觉得我要完了，我得想个办法。对。你还得想个办法，就说明你还没到金字塔尖儿。你到尖儿了，你也不想这个办法。对，所以就跟公司里面的老大一样嘛，老大说话那肯定算数啊，你想咋搞就咋搞。那你中间人那肯定受限嘛，各方面的受限。对。然后就说那怎么到塔尖儿呢？我发现宗教里面，佛教是说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让你即生成佛。就是他们就说到这个时间问题，但这就说到我说的一个顿悟的问题了。就是我发现他们要求强调即生成佛的，他就得给你上点强度，要么就是禅中说的顿悟，要么就是密中说的高强度的训练，点对点的训练。除此之外，如果是靠逻辑，就是我最开始之前讲的，我说1得2给你推的话，那推到后面你就永远就上不去了。对，你就慢慢你这辈子上不去，你下辈子上，下辈子上不去，再下辈子，你慢慢来吧。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不知道啊，就是我觉得它肯定是有一套方法的，但是这个方法呢，它非常的隐蔽，一般人接触不到。所以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有些东西你懂是一瞬间就懂。我是有种感觉，就有些时候，就我知道的东西，我立马就知道，而不是说一个慢慢的思考过程。就像做，就是我说知道东西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我像做题一样的，我一步步算，第一步算，第二步算，我算了2个小时，最后发现等于5，我知道了，这道题答案是5，这是一种知道的东西。还有一种东西，我突然坐这儿，我突然灵光一想，就是那个情况，那个情况就是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我有过，就6年前还是5年前吧，就是那个时候，就因为是刚进入这个觉醒这个圈子里边，就是刚意识到自己是有这种出体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脑子就跟爆炸了一样，就是你懂吧？就是突然信息过载了，然后在有一天的时候，就有一天早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就是我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且这种感觉持续了接近一周的时间。这种感觉就是它一点点的会变淡，然后最后就消失了。就是，但是当下的时候，就是那个感觉刚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就是我说的这个所有，就是真的指所有，就是整个宇宙，或者说你能想到的方方面面的任何事情，我都知道。那你有跟人交流过吗？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出来太自大了，所以没关系啊，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说出来也不是件坏事，在小圈子里。我遇到过你说，就有点像是他们网上讲的那个阿卡西记录一样，就像感觉你一下就连到那个阿卡西上面了，然后阿卡西它可能把宇宙从古至今的所有知识和信息都记录都有，所以你当下的那种感觉就非常给你深刻的印象，你知道所有东西，你就没有任何疑问了，你懂吗？然后，那你现在还记得住吗？就是那种感觉，它只持续了大概1周的时间，然后1周之后，这种感觉就渐渐的拿走了，对，就没有了，就是又变成一个普通人了，你懂吧？我懂了。就是当下虽然有那种能力，但是也没说是想用这个能力去干点什么，就感觉非常的
怎么说呢？我当时以为这个能力会一直持续，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它就持续了大概1周，然后你的脑子好像就渐渐的就关上了这个网，就渐渐的断了。这个其实，我说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不是跟你说的，是跟坑说的。我就说，我说佛经里面有些用词儿哈是特别的有关窍的，它这个词它不是乱选的。我就说我是选了最常见的佛经，就是《心经》，那就是讲的观自在菩萨，他是照见五蕴皆空。我说五蕴皆空是个佛教非常深刻的智慧。我说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是照见，他那个照是光照的照。我就说在觉醒的那一刻哈，他那个照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容，就是相当于太阳从地平面升起，一瞬间，光线就到所有目之所及。那这个地上哪儿有个坑，哪儿有座山，这些所有信息是一瞬间就呈现在你面前，就它不是一个逻辑思考的过程，是它就呈现在你面前。这个知识就我给你展示出来，你看见了，你在看见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了，就这么简单。那我觉得就是一瞬间，对，我觉得这就是真正学习知识的方法，而不是天天在那看书。看书可以学知识，但是学那个知识就非常的慢。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上小学、初中，然后学那些知识的时候，感觉就是天天都在玩，然后基本上没怎么学，但是呢，就全都学进去了。然后呢，你大学呢？但是到了高中或者说是大学，你就发现自己的学习方法完全就变了。然后学的那些东西，大学的话那就是自学啊。我们大学一般都是老师讲课的话，因为讲的比较粗糙嘛，然后基本上都是下来自己学，自己去看书，去查资料，自己去跟同学交流，就这样。就是我想说的，对，我感觉就是现在的大学老师，他们一般在教课上面都不太用心，他们都是可能主要是搞科研，就想到哪儿讲到哪儿。那他也不是给你，他都是就是绝大部分老师都是没有备课的，或者说是备了很少的课，然后讲的话，他就是把他可能要考的东西讲一讲，但他不跟你讲这个东西是怎么一个原理，怎么推出来的，这些东西其实要你自己课下去学，自学的。所以我刚才想讲的就是，其实人是有2种学习状态的，就是像我小学初中的时候去学那些知识的时候，我是学的很轻松的，就是那些知识就直接进入到我的这个，我一下就能理解，一下就能 get 到，不需要去，或者说它只是唤醒吧。我觉得可能这些知识早就你就有，它其实你也不是在学，对，你只是有可能，你只是在复习而已。也有可能，因为可能人已经轮回过很多次了，这些东西都是基础的。因为我告诉你，我跟一些学生交流的时候，我会发现，就这是我在定义就是以前有个说的很玄的，就是天赋或者是悟性，就是我一直想把它搞清楚之后，就什么叫做悟性，什么叫做天赋，就是把这个天赋具体。但天赋这个事情，比如说我要给你比较广阔讲，就是他懂得快，但是我有时候想知道他为什么懂得快，或者说具体懂得快是个什么感觉。我觉得一种情况其实给了我机会，就是我们这边上课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上课上完了之后，我每个星期一般会安排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的office hour， 就是学生来问我问题的。然后我就会跟一些比较爱学的人在那交流，然后我有时候呢就会问他们一些想法，我说你觉得这个东西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你会发现哈，有一些有天赋的，所谓有天赋的悟性强的哈，他的一些这个就回到我之前说直觉，就是你问他，你觉得这个事情往下该怎么走？他说出来那个东西大概其实就是当年学界往下走的方向，他能跟你说出来，他的直觉是很强的。有时候直觉强到啥地步哈，你大概就知道你甚至会怀疑他以前是不是做过这种事情，就他那个方向感是很强的。你硬要去抠他算，比如说我今天写一个微积分，我说你算吧，他不见得算得出来。你写个巨复杂的一个多重微积分，我说你算吧。或者我写个巨复杂的微分方程组，他不见得算得出来。但是你跟他聊些想法，你说你觉得这个东西下一步
比如我上课讲了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我说这个东西其实我这个工具是有很多局限性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我这个工具就完蛋了，那个发生了也不行了。那我说你觉得下一步该怎么改进一下呢？然后我是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改进的，但是他呢不知道，所以他就会跟我说个他的想法。他有些时候天马行空的想法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直觉是很强的。而这个直觉本身其实是在看他潜意识的一些东西，对，或者说他更高我的一个状态。而我愿意发现，就是我觉得发现跟他们聊天遇到很多学生，每一届学生我总能发现几个这种潜力是很强的，不叫潜力吧，就是这种他直觉是很强的人，这种直觉很强的人就很厉害了。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也是直觉比较强，就是你在唤醒，而不是在真学习。我觉得直觉可能它就是高维的一个信息传递嘛，像我们普通人，可能你的那个潜意识它是非常杂乱的，它是很多垃圾信息、无用信息。然后有的人他可能他的高维很厉害，就把很多有用的信息传递给他，所以他在学东西的时候，他会比普通人理解的更快。对，而且他能够就是预知到很多东西，察觉到很多普通人察觉不到的点。对，然后你说到这一点，我想想，就是之前那个坑跟我说三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坑聊过三体还是什么？对啊，跟他聊过好多期节目。三体哈。然后我之前也跟一个朋友来聊三体，他也挺喜欢看三体。三体里面好像说的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外星人怕地球人发展太快了，然后丢了个锁过来。然后我说虽然呢我说丢这个锁的事情呢，我自己是有自己看法，但我可以说，我说现在如果你要说外星人丢了个锁过来，但我说这个锁，我现在已经很明确可以告诉你啥：第一，短视频；第二 ，AI，就这两个锁给你锁死，你信不信？我就说现在人天天在那看那个短视频哈，我说现在都有科研证据了，看短视频看多了，我告诉你是给你降智的，你那个智商是要下降的，因为他会把你或者他其实客观把你训练成什么样的人啊？你喜欢的就是短平快，而且是高刺激，在短，包括短剧都是，就是你不能沉下心来去做一个长远而细腻的思考，你希望的就是一个短平快的事情。对，看爽剧、看短剧、看短视频都是这样。对，就是这些视频，它其实都是在调动你的情绪嘛，去刺激你的情绪。然后它不仅会让你失去这个专注能力，而且它还会让你的这个精神被耗光，就是你会觉得你看了短视频之后，你就做不了其他事情。对，而且还很杂，而且特别是那种脑力劳动，它其实很多看短视频的人就完全干不了。对，而且现在短视频一刷，我看他们能刷一天的，我说你真是太可怕了。那种12秒一个的视频，你能刷一天，我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而且现在很多小孩子也爱刷短视频，他们其实已经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这种学习了，你懂吗？是。然后你知道学校里面学习他们干啥吗？就开始用 AI 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他们用 AI 的方式也很奇怪，就是把那个 AI 当上帝用，只要是 AI 说的都是对的，原封照抄。我就给学生开了个玩笑，我说你交的作业都是 AI 做的。说实话，我是在改 AI 的作业，相当于我在训那个 AI 的 model。我给你出的题，你全部拿去喂 AI， 那相当于是我在训练它那个模型呗。对不对？对，你算对了，你给他一个正向回馈。你今天拿了个0分，你错了，你回去生气，你都要 AI 发火，你说你那个东西都是错的，行？那你不就是在训练模型吗？而且是我在训练模型，那你是啥呢？那不 AI 就把你取代了吗？你还不用到社会上去找工作，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被取代了，因为不是你在上课，是 AI 在上课，不是你在做我的作业，是 AI 在做我的作业，你已经被取代了。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你会发现你用 AI， 你凡是能用 AI 的，其实说明你对这个行业或者这个领域是完全的小白，但是你稍微熟悉一点，你用 AI 会发现 AI 其实错的挺多。对，
然后，你看这两个不就把人的一个知识结构？因为我现在发现高中生上来的很多人就是这个水平啊，左手刷短视频，右手问 AI， 然后把那个 AI 当上帝用，就是说，哎呀，什么东西都是问个 AI， 买个菜这个东西，该不该买？问个 AI 呗。然后我就说，那好，就这两样东西，我告诉你就把他们锁死了啊！你不用讲那什么三体特别玄的，我就这个玩意儿锁死。然后再加上现在所有的新闻都是有算法的，就是我大概感觉到了你喜欢看什么样的新闻，我就给你全推这种新闻。你信息茧房我也给你弄出来了，也就是说我可以把你们所有人给你分割起来，哎，把你们都用个小圈子固定起来，然后呢我就给你弄点同温层，你就天天看你喜欢看的东西，跟个奶头乐一样，然后再刷短视频。你稍微有点好奇心，我再拿 AI 毒死你，哎，你有好奇心你去问 AI 给你个标准答案。那我就说，那这几套东西把你那个规范在那儿，那行了，那就这样了呗，对不对？那还有讲什么像三体吗？我不用三体了，你已经搞出，你已经把三体想办的事情给办到了。这个 AI 和短视频就跟咱们修行人说这个肉身还有这个五感一样，就是我们这个肉身还有这个五感，它其实就把我们的灵魂给锁死了。对，然后我们修行是要从五感和肉身跳脱出去。对，现在在搞个短视频。对，现在短视频和 AI 又在你的肉身上面又给你加了一层锁。对啊，锁得更死了。对，我在一线，我经常接触学生，我真的发现这个真的不是我真爱说那句话，但一说出来特别老的，就真是一届不如一届。每一届我都能说一句话，我说你是见我最早。我真就想说，我说哎呀，你们在想些啥？真的。以前的那些老师，他们的口头禅都是这样的嘛。他说我们教的这一届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对，我原来听到这句话就特别反感，我就说你太老登了。结果现在我也变成我自己讨厌的样子了，我也想说这种话了。其实说明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人类的发展其实控制水平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所以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的这个他会越来越被规训，越来越被限制。所以我觉得人和人真的差别蛮大的，就是普通人和精英的这个距离会越拉越大吧，我觉得很悲观的。是的，我现在发现，学校的圈子就很明显，就是说我发现一些很精英的学生，他确实他努力的方向就跟现在普通人不一样了，所以他们以后的差距就会相当的大，当然他们很多人也是靠父母但是所有的有时候家族传承有些时候还是很有效率的，主要是父母是他们最常伴的两个人，肯定对他影响特别大，谁不靠父母呀？就是你生下来你父母就带着你肯定会受他影响。对，但很多人会觉得不公平嘛，就觉得说那我们到大学了，我们所有人进入社会应该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为什么你没有我努力，为什么你就走得比我高呢？很多人会觉得不公平，对吧？可是有些人会这样想，可是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没有办法。是啊，说有些时候我说世界是不公平，那我说我在学校里面我能做的事情就尽量给你一个公平的环境。我觉得就是你越看到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代码，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很残酷、很违反这个人性的，就是你会觉得很残忍、很残酷，甚至不公平，甚至很多你觉得为什么这么折腾，这么对，这都是资源稀缺导致的。就在有些情况下呢，我给你描述个现象吧，就是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这样子做的，因为我没在中国上过大学，我的学生也都是没在中国上过大学的，他们都是高中就留学出来的。然后呢，我知道就是说我以前呢有个具体的感受，就是说，但这是在理论哈，一会儿我给你讲实践。理论上就是说，当资源非常稀缺，大家要争的时候，就会出现竞争。当然，一出现严重的竞争的话呢，很多人性的丑恶面就要暴露出来。但是我就说人类的善面在什么时候容易展示出来呢？丑恶面我就不用多详细描述了，因为你要上网找，你肯定找100个出来，很多的出来。我就说善的，
当我的资源不是那么稀缺的时候，你想要我就可以给予你。我其实发现那个时候人的善念它会展示出来。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些固定的暑假的科研项目，就是哎呀，说实话就是教授带着普通本科生去做，但是也不期待你做出个很大的成就来。但是反正就是跟着玩吧。你要真能发 paper 你就发，你发不了也行。然后呢，这个是有钱拿的。这个，而且它是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会直接发钱。这个钱还不是特别少，这个钱大概可以发个1万刀左右，就4个月，就值科研经费。然后他其实1个星期见我1个小时就够了，他1个月见我4个小时，聊一聊他的想法什么，他这2000刀1个月就到手了，然后跟我聊4个月8000刀就到手了，8000到1万刀，可能还要补助他点钱就1万刀。然后这个东西，因为我这边学生，我不知道很多他不愿意搞科研，还不愿意什么，其实几乎就没什么人申请，几乎就是我的科比那个人要多。然后呢，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还要去打广告。我说广告就是你教什么大课的话，你要去专门说一声，说哎呀，我们夏天是有一个什么什么项目的，如果感兴趣的同学，你们可以申一申啊，怎么样啊？我们还必须要主动去做这种事情，这竞争就是非常的弱。然后包括当助教，我这个国内应该也有助教吧，就是一般就是招学生来做助教，改卷子。那我们这边助教呢，因为是有工会嘛，工会经是每隔2-3年要闹一次罢工。这个助教的工资其实也不算低，我们这边助教的工资基本上是50刀1个小时。然后但学校给我的预算都比较多，所以说一般我批就是这个卷子我知道10个小时之内就能改完，但是我一般会给个2-3-4个小时，然后让他们去上那个叫什么，给学生教什么小的课的时候，辅导课的时候呢，那个辅导课1节课是1个小时，但是一般我会给他算2个小时，我说你还要准备，你还怎么样，反正我一般会算很多。然后这个就其实在资源不是很稀缺的情况下，就尽量多给。但我在多给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时候人类的那个善念就会出现。就是比如说他们就没有那么强的竞争，但没有强的竞争，有时候你会觉得难噻，但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很谦让了，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他可能更需要，那我就让给他的。或者说这个东西，你知道我们这儿发奖学金有些时候是根本都不是按照成绩发，是按你客观就是你需不需要发，就是有些人他生活确实很困难，这个奖学金发给那个困难的人了，就不是按照成绩发了。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有点反直觉了吧？你有奖学金这种事情，你不应该按成绩发。你不按成绩发，那个叫生活补助。这个有的时候是看那个奖学金的类型，有的奖学金它可能它没有那么关注成绩，然后它的没有限制那么死，其实可以灵活安排。国内的大学其实也有这种，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些项目什么的，国内大学基本上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就是会有这种。也没人升吗？不，国内的基本上就是每个大家都是抢着去升。那竞争不就出来了吗？对，你知道我其实很多学生他都是想要得到这个科研锻炼的，所以然后国内学生数量也很多嘛。那我就跟你说个人性光辉的一面嘛。你比如说他们几个学生申请同一个 TA 或者申请同一个项目什么，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改简历。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反直觉？我说其实本质上你们是互相竞争的呀，对吧？对，那你们这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改简历，你不觉得这个很反直觉吗？我觉得大学生可能他没有进入社会，他会觉得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更重要，他不会把这个事情当得太那么在意，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我升上了或者没升上其实对我影响也不大，但是我们这些同学之间的关系可能更重要。对，说我叫拔高一点，就是说当人在无我的时候，善念有些时候就会凸显起出来，就是说你在这个事情中有没有很强的我执，就是如果你非常执着于这是我的利益，这是我的东西，我得要拿到，当你非常非常执着于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所谓阴暗面的算计就会出现。但当你其实很放下，就是这个事情我可以要，我也可以不要，我给更需要的人。当你有这种当你有这种态度，有这种立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意无意中，你就会发现，哦，他人性的光辉就出现，你会觉得，哦，好有善念。对，就是我觉得修行也是这样的，就是人家修为特别高的人，他可能他的能力很强，他帮一下你，他也没什么大的损失，他就会，然后他觉得，就跟咱在现实中也是一样的，有钱的人他可能他会觉得这都是小钱，他会更善良一些但是没钱的人他可能就会跟你掰扯半天，或者说是甚至发生斗争都是有可能。对，那你说有钱人我再跟你说过，我觉得就是我继续用三体那个梗我就说就丢个什么手把你限制住我说还有一个限制，你刚刚提到说，我说有钱人本身是应该所谓慷慨的，对吧？对很多事情睁一只闭一只。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词汇有一个非常恶毒的词汇，表面上你不会觉得它恶毒。好，非常感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